我嫁入梁国公府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规矩。一个6品小官之女，也配喝我敬的茶？对象便是眼前这一对在京中臭名昭著的嫡子女。凭你也敢在国公府摆主母的架子？等父亲回来，我定让他休了你，送去安堂做尼姑。人人都说继母难为，可我偏要这整个梁国公府从此只认我一个女主人。给你机会，你不珍惜，那么这第2杯便是你的教训。坏女人！我要告诉爹爹！今夏，再上一壶。今日这认母茶，他不喝也得喝。是，夫人。你休想！我绝不服！身为嫡子，纵媚失仪，视为不忝；直面嫡母，口出狂言，视为不孝。手伸出来！你敢打我？在梁国公府，还没有我不敢的事。祠堂跪着，将《孝经》抄写100遍。我不去！由不得你。带公子去祠堂，若他不肯动笔，你们一并受罚。是。茶还洒吗？母亲，请用茶。怎么回事？无甚大事，不过是妾身教孩子们咱们国公府的规矩。既然如此，你便好生听着。带小姐回房梳洗。即日起，谁若在小姐公子面前嚼舌根，杖30，全家发卖。是。夫人，公子那边让人好生照看着，别让他伤了手。但100遍，一遍不能少。是。孩子们睡下了。月姨哭累了，已经睡下。静瑜还在祠堂抄书，刚完成30遍。他才10岁，10岁已经懂得用休妻做尼姑来威胁嫡母。您是希望嫡子将来成为知书达理的世家子弟，还是只会成口舌之快的纨绔？教养子女是主母的职责，既交给你，我便不会插手，只是手段莫要太过。妾身明白，侯爷放心，他们是您的骨面，亦是妾身日后在这府中的倚仗，妾身知道轻重。夫人，公子晕倒了。怎么回事？说是跪了一夜，又累又饿，天快亮时晕在了祠堂，已经请了府医瞧过，说是无大碍，歇息便好。前面带路。毒妇，你出去！看来孝经还没让你学会怎么跟母亲说话。既然晕倒了，今日便好好歇着，剩下的50遍养好了身子，继续抄。你这个歹毒的女人，滚出去！还有力气骂人？看来府医说的对，确实无大碍。好生伺候公子用药进食，今日不必去学堂了。去查查，昨晚谁在公子面前嚼了舌根？是，夫人。小姐那边又闹起来了，倒是兄妹齐心。我不吃，我要哥哥，我要爹爹，你们都是坏人。不吃，那就饿着。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让厨房重新做。不许你欺负我妹妹！兄妹情深，那哥哥替妹妹赔这些瓷器，80两
从你月钱里扣。凭什么？就凭我是国公府的主府。鲸鱼现下如何了？已经醒了，用了些清粥，府医说休养2日便好。月姨今日似乎安静了些，许是想通了，孩子嘛，总要有个适应过程。既蒙侯爷信任，妾身必当竭尽所能，不负所托。辛苦你了。京中贵女多娇，梁衡之所以选我续席，一是看中我出身不高，二是看中我门风清正的家世，作风如刀，能修剪孩子们的顽逆之枝。父亲，求您为儿子做主。这个歹毒的女人，她要赶走乳母。老奴伺候公子1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好端端的就让夫人赶走了，夫人这是要公子的臂膀啊！侯爷明鉴呐！王嬷嬷，昨日在祠堂，你跟公子说了什么？需要我重复吗？老奴冤枉啊！夫人真是容不下我们这些老人，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啊！夫人这是要逼死老奴啊！汝父待我如亲子，你若赶他走，我一定饶不了你。若这老妇果真为你好，为何要一再挑拨你我母子关系？你胡说！昨日在祠堂，他在你耳边怎么说的呢？公子且忍忍，夫人心狠手辣，定会寻机折磨死你们兄妹。不若写信告诉你外祖母，让她支支招。国公爷，这样挑拨离间的奴才，留不得。按夫人说的办。公子救救老奴啊！老奴都是为您好啊！带公子回去歇着。是。再把《论语》拿来，让他好好读读“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一章。下个月宫中有宴，你随我同去。今日宴上，承恩侯夫人或许会为难你。承恩侯府正是他已故原配的娘家，这是提醒，也是试探。侯爷放心，妾身虽出身不高，但也知既入了国公府的门，代表的便是国公府的颜面，断不会让人看了笑话去。听说是6品小官的女儿，这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小门小户出来的，哪懂什么规矩？且看她怎么出丑吧。这位便是梁国公新娶的夫人吧？真是百闻不如一面。听闻温大人治家严谨，只是不知温夫人骤然打理国公府这般门第，可还适应？承蒙夫人关心，国公府门第清贵，规矩自是严谨。妾身入府时间虽短，却也遵国公爷教诲，不敢有丝毫怠慢。至于适应与否，国公爷即将钟会与教养子女之责交于妾身，妾身唯有竭尽全力为侯爷分忧。倒是比不及夫人清闲，还能时时关注他人家事。温夫人真是伶牙俐齿，不及侯夫人关心备至。这更凉了，换一针。这表现怕是又入了他的眼，作为交换，他才能为我撑腰。有劳夫君。夫君。
你我夫妻一体，何须见外？今日你应对的不错，是侯爷教导有方。文林，希望你不会让本宫失望。妾身定不负您的期望。昨日的龙纹边宴可背熟了？忘了。夫人，承恩侯府的管家来了，说是奉了侯夫人之命，要接表少爷和表小姐过府小住，车马已候在门外。外祖母接我们啦！站住！请管家去前厅稍后，就说我正在考妙公子小姐的功课，不便打扰。奴婢遵命。你凭什么拦着我们？我们要去外祖母家。就是你管不着。我且问你们，承安侯府昨日宫宴上才给国公府难堪，今日便迫不及待来接你们，所谓何来？自然是外祖母想我们了。你们父亲健在，官居一品国公，你们却要常驻外家，旁人会如何议论？是国公府养不起你们，还是你们父亲不辞？待公子小姐回房继续默书。温夫人，老夫人的车马已在门外等候多时，还请速请表少爷、表小姐动身。管家来得不巧，静瑜和月姨正在闭门思过，怕是不能随你去了。闭门思过，不知表少爷和小姐所犯何错？即便有错，也该由老夫人教导。管家此言差矣。他们姓梁，是梁国公的子女，自有其父与其母管教。承恩侯夫人是外祖母，关怀之心我带孩子们领了，但越俎代庖来干涉我国公府内务，怕是不合规矩。这怎能是干涉？老夫人是一片慈心。慈心？若真为孩子们好，便该劝他们敬重父亲，顺应家规，而不是在孩子受教时积极接人，传出去，怕是要说是侯府故意挑唆父子关系。温夫人，你怎能如此污蔑？是不是污蔑，你我心知肚明。回去转告侯夫人，孩子们在国公府一切安好，不劳他挂心。日后若想相见，按规矩递帖子即可。至于接去小住，只要我还是这府里的主母，就绝无可能。送客。既如此，老奴告退。你倒是雷厉风行。国公爷将家事托付于妾身，妾身不敢不尽力。承恩侯府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妾身明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国公爷信我，这国公府的门庭，妾身守得住。夫人，您妆台上那盒御赐的裸子弹被调包了。奴婢刚才想给夫人整理妆镊，一打开就看到这幅场景，看这样子像是用捣烂的蛤蟆混着污秽之物弄的。去查，这2日都有谁进过这间屋子？夫人，午后小姐身边的丫鬟小雀鬼鬼祟祟在咱们院子外探头探脑，后来公子身边的李嬷嬷也借口送花样进来过一趟。去，把公子、小姐，还有那个小雀和李嬷嬷都带到正堂来。是。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夫人。夫人何必为难一个小丫头？先夫人在世时，从未如此大动干戈地审问下人。哦，你这是在教本夫人如何管家？
王嬷嬷刚被打发去庄子上没多久，你这后脚就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兴风作浪，看来是很想去与他作伴了。老身在府里伺候了10几年，就连先夫人在时也敬老身几分。夫人庄匣被污，应该从身边之人查起，换老奴和小雀来，难道是有意让我等背锅吗？是谁告诉你我的庄姐被污了？一句话就露了马脚，我从始至终可从没提过罗子弟一事。两个蠢货，被人当枪使还洋洋得意。夫人休要血口喷人，无凭无据，怎能污蔑老奴？贤夫人啊，您睁开眼看看吧，您才走了多久，就有人容不下您留下的骨兽了，还要打杀我们这些老人啊！李嬷嬷背主忘恩，构陷祖母，杖50革除月钱，连同其家眷一拼发往北地苦寒庄子上，永世不得回京。再豪一句，就让你那6岁的孙儿来带你受刑。至于小雀，助纣为虐，隐瞒不报，杖20，连同家人即刻发卖。小姐，你救救我！我都是按照李嬷嬷的吩咐，奴婢自小伺候你，离了奴婢，谁还会如此毫无保留般的服侍您啊？大胆！身为奴才，不好好规劝主子，竟还敢公然威胁！等杖刑完后送去官府，带下去。救命啊！都给本夫人听清楚了，这国公府的后院如今是我温陵当家，谁若敢再吃里扒外，撺掇主子行恶，李嬷嬷和小雀就是下场。谨遵夫人之命。你们2个禁足2月，将《礼记》与《孝经》各抄300遍。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出来。若再犯，便不是抄书能了事的。带下去。你这个毒妇，父亲娶你真是瞎了眼。400遍，我是不会低头的，你休想让我屈服。500遍。600遍。你毒妇！这次我又没说话。带公子和小姐下去吧，吃喝不误。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再出门。夫人，国公爷方才在廊下站了一会儿。很好。哥，500遍，这要抄到什么时候啊？手会断掉了的。抄什么抄？我就不抄，看他能拿我怎么样。可是他连李嬷嬷和小雀都敢发卖，那是他狠毒。父亲怎么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回来？抄书费神，喝了再写。假惺惺，不用你在这里装好人。我不是在装好人，我只是在尽母亲的职责。你才不是我们的母亲。律法上我是，只要我一日是梁国公夫人，便有责任管教你们。你们以为跟我作对，就是在捍卫你们自己，殊不知你们每一次的顽劣，每一次的顶撞，都是在给外人递刀子。把你们关在这里抄书，不是为了让你们屈服，是让你们静下来想想，想想身为梁家子孙，谁才是你们可以依靠的至亲，想想如何才能不负门楣。外祖母才不是这样的人，我不信血脉至亲的她
难道信你不成？你们以为你们那位好外祖母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接你们去侯府住？你们父亲官居国公，深受天子信重，是多少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若他唯一的嫡子嫡女不在自己府中，反而长居外祖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承恩侯府可以你们为之，让你父亲在朝堂上不得多番照拂于他们。不会的，外祖母最疼爱我了。疼你？若真疼你，就不会一次次做出这等受人之柄之事。他看重的从来不是你们这两个孩子，而是你们身上的招牌能带来的利益。我知道，因为从嫁进梁国公府那刻起，我便是你们的母亲，纵容你们看着因无知而闯下大祸，甚至拖累门楣，那很容易，但那不是为母之道。哥，汤要凉了。这段时日辛苦你了，都是妾臣分内之事。我何尝不知他们性子顽劣，以往政务繁忙，总觉得他们是孩子，纵容些也无妨。至于徐氏那边，毕竟是岳家，有些话我这个外男实在不好说得太过。若非是你，只怕他们如今越发不堪设想了。侯爷言重了，静瑜和月姨本性不坏，只是以往无人正确引导，如今能听得进些许道理，已是进步。大娘子，承恩侯府又送请帖来了，说是老夫人徐氏寿辰，特意点名慎念外孙外孙女，务必将两个乖孩儿带来一聚。看来这承恩侯府是还不死心啊。今日是承恩侯府的寿宴，你们去了，谨言慎行，莫失了梁国公府的体统。哼，这俩猴儿到底还是把话听进去了。我的心肝肉啊，快让外祖瞧瞧！哎呦，这脸上怎么都没肉了？怎么瘦成这般模样了？定是底下人伺候的不用心，缺了你们的吃穿。可怜你们母亲去得早，留下你们孤苦伶仃，在这世上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真心疼你们呢。老夫人多虑了，静瑜和月依如今正是拔节长个子的年龄，抽条了自然显得轻简些，实则他们身子康健得很，每顿饭时也都由我亲自过问把关。恒儿啊，不是做岳母的说你，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最要紧的时候，岂能这般疏忽大意？老夫人一片慈心，特身与国公爷自然感念在心。静瑜和月姨乃是我梁国公府的嫡子嫡女，金尊玉贵，自有其父亲与我这个做母亲的操心教养。若是因为外人的几句毫无根据的话，便将堂堂国公府的嫡脉寄居在外家，这若是传了出去，旁人还以为我国公府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了，岂非让天下人耻笑？温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孩子们血脉自亲的外祖母，怎就成了外人？亲疏有别，礼法有度。老夫人是外祖母，自然是亲，但再亲也亲不过父母。再者，老夫人如此执着接孩子来住，知道的说是祖孙情深，不知道的怕是以为承恩侯府如今在朝中需要多些倚仗，这才紧抓着我国公府的嫡子嫡女不放。贱妇，你血口喷人！是不是胡说？老夫人心中自然清楚。静瑜、月姨，你们说要不要跟外祖母在一起？静瑜、月姨，你们说要不要跟外祖母在一起？外祖母家有很多好玩的，你们若是来了，祖母什么都给你们。说啊，快说！外祖母，我们在自己家里很好，不劳您费心。我要跟父亲和母亲回家。反了，
两个小贱蹄子反了天了！老夫人，礼已送到，我们不便多扰，告辞了。我的儿啊，你看看你娶的好夫人，她是要逼死我们侯府，离间我们骨肉啊！你们未免欺人太甚！我祖母一片慈心，你们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公子此言倒是提醒妾身了。听闻公子上月在水仙楼一掷5000两，只为博那位镜花条子一笑。年初还因在赌坊欠下巨债，被钱庄告上京兆府。还是我家公爷请了故人出面，才勉强将事情压下。妾身实在好奇，若真让孩子们来了贵府，您是打算让他们亲眼观摩您如何一掷千金呢，还是想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学着如何应对上门催债的债主？你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是非曲直自在大家心中。我本意是来承恩侯府给老夫人道贺，奈何承恩侯府处处紧逼，先是以财物相诱，再是以眼泪相索，如今更是颠倒黑白，指责我夫妇二人不容骨肉亲情。既然贵府如此不欢迎，甚至恶意诋毁，那我与国公爷便就此告辞。从今往后，国公府与承恩侯府算是恩断义绝了。给母亲请安，给母亲请安。免礼，坐吧。虽然还是像闷葫芦一样，但总算不再像刺猬了。这里的用典不够准确，《左传》中的原意并非如此，你应该再斟酌一下。母亲教导，仔细听着。是父亲。你费心了。国公爷言重了，这是妾臣分内之事。春去冬来，又过了1年，这1年里，我未曾有一日松懈。境于未寒，我寻来边境的雪狐皮，亲手为他缝制护膝和手舞。月仪爱美，我托商队从南海带回稀有的粉色珍珠，请最好的工匠镶嵌成一套玲珑头面。谁让你做这些了？府里没有匠人吗？真是个麻烦的女人。这只小刺猬终于肯露出柔软的肚皮了。笨手笨脚的，我来。下次别弄了，我才不需要这些。临近先夫人的明晨，2个孩子的情绪明显低落起来，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我知道他们定是在偷偷祭奠生母，我并未点破，暗中吩咐下人不得打扰。随后请来了宫中告老的首席画师，凭着老仆人的描述和留存的小像，耗费无数心力，重新绘制了2幅他们生母的画像。娘亲，女儿好想你。她是给予你们生命的母亲，是这府里曾经的女主人，怀念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必躲藏？真正的孝顺是让你们自己活得堂堂正正，让她在天之灵也能欣慰安息，而不是沉溺悲伤，或因此生出怨敌，那才是辜负了她。多谢你。这一次没有犹豫，没有别扭。夫人，少爷和小姐来了。儿子给阿娘请安，女儿给阿娘请安，阿娘请用茶。这一声阿娘胜过千言万语，我所有的苦心与谋划终究是没有白费。好，好孩子，都快起来吧。
母亲，您尝尝这个，可鲜了。多谢月姨。这些年我忙于政务，对家里多有疏忽。如今四海升平，朝堂也算稳固，我已向陛下告了假，我们一家人去苏杭游玩3个月，可好？真的吗？去苏杭游玩3个月，太好了！父亲此言当真？自然当真。夫人意下如何？全凭国公爷做主，妾身也很期待江南的风景。今日让你们尝尝为父的手艺。得其如此，夫复何求？这样的日子，真希望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外祖父，这边的更大。哥哥骗人，明明是我这边好看。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来看外祖父怎么给你们摘。你个老小孩，带着孩子胡闹什么？看着一头一身的汗。这不高兴吗？难得孩子们来一趟。谢谢外祖母，外祖父带我们玩的可开心了。甜。掌心相贴，这般温暖，竟让我生出些许贪恋。时光飞逝，静瑜16岁了，身姿挺拔，渐有乃父之风。年前梁桓上书，正式立他为世子，如今已在大理寺任职。月姨也出状成了14岁的明媚少女。夫人，歇会儿吧。月姨这几日都在忙些什么？回夫人，梁月姨近来似乎有些不对劲，她总寻着借口去往后角门。后角门？是，奴婢瞧着梁月姨神色总是遮遮掩掩的，像是在等什么人。这府里看来是又不安生了，你派个机灵的暗中盯着她，不要打草惊蛇。奴婢明白。这2日月姨那丫头怎么总是心神不宁的，连请安都走神，动不动就对着窗户发神。夫人，奴婢按照您的吩咐，悄悄去打听了大小姐近来的动静，查到什么了？上次中秋宫宴，大小姐似乎与人私下有了接触。谁？是寄居在成安侯府的一位远亲，姓赵，是个秀才。见过诸位小姐。一个寄居的穷秀才，怎么会那么巧在宫宴上遇到月姨？奴婢还查到，年前刚袭爵的承恩伯赵钱，暗中给这位赵秀才行了不少方便，甚至有意无意的在大小姐面前夸赞他。好一个承恩伯府，真是贼心不死！眼见着无法再从静瑜身上下手，便将主意打到了月姨的婚事上，想借着这不知所谓的远亲秀才，再来个亲上加亲。赵钱这个蠢人，真以为我国公府是他们可以随便拿捏的肥肉吗？继续攀附我公府的势力，借我国公府的光，做梦！今夏，去查，把这个赵秀才的底细，还有赵钱最近的所有动动，给我查个底朝天。奴婢这就去办。夫君，今日唤你来是有要事相商。承恩伯府那边，赵钱竟伙同一个穷秀才赵修义，妄图毁了月姨的清白。什么？我原看在孩子生母的面上，给他们留了几分余地，不成想竟让他们得寸进尺，将主意打到月姨头上。夫君息怒，此事我已察觉，并让近下暗中盯着了。只是这承恩伯府一日不除，月姨和国公府便一日不得安宁。既如此，也休怪我不讲情面了。朝堂之事我来料理，月姨那边劳夫人多费心。夫君放心，我会在内宅为月姨相看品行端正的人家，绝不让她受委屈。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不动声色地开始为梁月姨相看合适的人家，借着各种花卉试验的名义，
带他接触其他品行端方、家世清白的年轻公子。同时，我在朝堂上也开始了动作，不再对程恩伯留有情面。臣弹劾程恩伯赵钱侵占民田，出入烟花之地，有辱斯文。废物，全都是废物！难道就没人能借点银子给侯府周转吗？月姨，坐下吧。近日承安侯府的事情，你可有听闻？外祖母家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难处？承安侯府如今外强中干，早已入不敷出。你舅舅赵钱四处求借无门，侯府的日子如今是过得捉襟见肘。月姨，你可知他们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你频频与那个赵修义偶遇？赵修义不过是一个远房的穷秀才，连京城的门槛都摸不到。他凭什么能一次次精准地出现在你出行的必经之路上？你堂堂国公府千金的行踪是谁透露给他的？这背后不过是承恩侯府想利用你，找一个好拿捏的赘婿，或者说是想通过拿捏你的婚事来继续拿国公府的钱罢了。阿娘，那是我的母家，外祖母和舅舅他们或许是有私心，但绝不会真的害我。你为何总要如此揣度他们？6年悉心教导，日夜相伴的温情，竟敌不过外人几句花言巧语。梁月姨，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人心险恶。够了！阿娘，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怕我受苦。可是修义与那些纨绔子弟都不同，他虽有才学，却不得志，但他待我是真心的，真心。几首酸诗，几次刻意的偶遇，便能换来你的倾心相托。你知不知道自己会被毁了？别看他现在只是个秀才，以他的才华，明年春期必定高中。到那时，女儿一定会幸福的。你为何就是不肯相信他，也不肯相信我？阿娘，您当初不也是6品官员之女，父亲不也娶了您？您怎么能不理解女儿此刻的心意呢？此刻再多的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了，强行压制只会让母女间裂痕更深。罢了，你先下去吧，好好冷静想想。我原以为让他冷静几日便能想通，却没料到这孩子的胆量远超我的想象。程安伯狗急撞墙，竟怂恿梁月姨做出了私奔的糊涂事。月姨，我是真的爱你。修义哥哥，你别这样。我们说好的，明年你若高中，便风风光光来提亲。到时我以死相逼，阿娘和父亲那般疼我，一定会准许的。不行，我等不到明年了。我爱你，玉儿，我现在就要你做我的娘子。只要我们生下孩子，国公爷就算不同意，为了你的名节，他也只能认下我这个女婿。不要！你放开我！赵修义，你混蛋！乖，玉儿，别怕，很快你就是我的人了。到时候，看谁还敢看不起我！别白费力气了。阿娘，哥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别怕，阿娘来了。剁成肉泥，扔去山里喂狼。世子饶命啊！都是赵钱逼我的。他说只要成了事，国公府就只能认下我。我寄人篱下，不敢不从啊！饶了我这条狗命吧！表哥，竟然是表哥要毁了我。拖下去，按世子说的办，让他死得明白点儿。
哥哥打得对，若是父亲知道了，一定会打死我的。阿娘，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您的话，我不该鬼迷心窍。傻孩子，你久在深闺，被保护得太好，哪里知道这世道人心能险恶到什么地步？有些人为了攀附权贵，是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来的。今日若我们再晚到一步，你这一生就真的毁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女儿现在知道了，这世上只有家人是真心待我。早在镜下慌慌张张来报，我便知道他下定决心要私奔了。不着急，找得力的人悄悄跟着，护他周全。既然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便让他自己去撞一回这南墙吧。等合适的时机，我才专告知护妹心切的靖宇，他受了伤出了血，才会知道南墙不好撞，反而还会毁了自身。梁恒动作很快，不过旬月，承恩伯府便大厦倾退。赵家所有人，不论男女，皆被判流放至北地苦寒之处服苦役。表哥死了，外祖母他们被流放了。阿娘，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您的话。往后咱们往前看。国公爷，歇会儿吧。月姨这几日可好烧好了？情绪平复了许多，只是人消瘦了，看着心疼。赵家的人死不足惜，若非看在孩子份上，定要将他们挫骨扬灰。事已了结，月姨婚事不急，让她好好将养。你说的对，反倒是靖瑜的婚事该提上日程了。婚事？靖瑜这小子才多大，你怎的突然想起给他张罗婚事了？国公爷觉得北安郡主如何？北安郡主？怎么回事？亏你还是当父亲的，连儿子有了心悦的女子都不知道。前些日子在衙司，靖瑜碰上了女扮男装去调取卷宗的北安郡主，两人因一桩旧案争执起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便到激烈处，双双都红了脸。北安王位高权重，在军中威望甚高。梁家若与之联姻，恐招圣心猜疑。这桩婚事并非良配。靖瑜难得有上心之人，此事暂且搁下，若有其他品性山势合适的闺秀，夫人继续相看便是。妾身明白，为了国公府的安危，此事断不可任由他们胡闹。父亲，您找我。你今日当值归来，心情似乎不错。父亲明鉴，儿子正有一事想向父亲禀明。儿子有了心仪之人，想求父亲做主。靖瑜，你生母去世后，你可知为父为何最终选定了你现在的温室？因为阿娘性子坚韧明理，且出身不高，便于……错了。为父身为天子近臣，官居一品国公，看似位极人臣，风光无限。然越是身处高位，越需懂得守中之道。过刚易咳，过险着急。娶你生母，是为平衡朝堂；娶温氏，亦是此理。更重要的是，他入府以来，一心为你与月姨筹谋，至今未有亲生子女。他将你们视若己出，呕心沥血，所谓者何？是为了让你们能立身以正，持家以严，将来能稳稳地接过这国公府的重担。梁家这艘船，早晚要交到你手中。你若做得好了，谨守臣节，不越来迟，上头自然会继续重用你。
可你一旦失了分寸，越了那条线，无论是因私情还是因妄念，引来了猜忌与雷霆之怒，你告诉为父，届时我们梁家可能承受得住青天之祸。你可想清楚了？这不仅关乎你一人，更关乎整个梁国公府，乃至这朝堂的格局。靖宇，快跟上！你们若连这点是非都分不清，将来如何在这吃人的高门大户中立足？父亲，儿子明白了。明白就好，起来吧。阿娘，哥哥近来有些渗人。情窦初开便遭遇如此现实的权衡与压制，其中苦涩非亲身经历难以体会。这些画卷我先收起来了，你若无心，强求也是无益。多谢母亲体谅。梁靖宇，你给我出来！躲在府里当缩头乌龟算什么本事？梁靖宇，你连见我一面的胆量都没有了吗？母亲，劳烦您去会一会他，就说我不在。好，我去。梁靖宇，你再不出来，本郡主就砸了你这大门！请郡主进来吧，莫要在府门外喧哗。夫人，梁靖瑜呢？他为何避而不见？靖瑜今日不在府中，郡主若有急事，不妨与我说，我代为转达。不在，是不在，还是不敢见我？他若有难处，大可直言，为何要躲躲藏藏，像个懦夫？郡主殿下，靖瑜他确有不便。不便？有何不便？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逼我如蛇蝎了？郡主，听闻您是北安王膝下独女，深受王爷宠爱，是又如何？那您可曾想过，若您与靖瑜成婚，难道要让北安王独自一人返回北地封印，晚年膝下无人承欢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回北安啊，爹爹定然欢喜。那靖瑜呢？他是梁国公府世子，将来要承袭爵位，支撑门庭。您若将他带去北安，且不说陛下是否会准许，单是这国公府又该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梁家这偌大的家业与责任，又该由谁来担？可若两情相悦，为何要被这些世俗规矩束缚？难道门第责任比真心还要重要吗？郡主，在这高门显贵之中，没有纯粹的真心可以凌驾于家族兴衰之上。靖瑜他懂这个道理，希望您也能懂。郡主先喝口茶，消消气。夫人，我不明白，凭什么为了那些所谓的家族利益，就要牺牲我的感情？郡主，人生于世，尤其是生于我们这样的人家，从来就不只有风花雪月，肩上的担子、家族的荣辱，都不能因为一时情爱便轻易搁置。夫人说的轻巧，您自己婚姻美满，有国公爷宠着，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郡主怎知我没有经历过？在嫁入梁家之前，我亦曾有过一位青梅竹马的玩伴，我们一同进学，一同研读诗书。那时我也曾以为岁月静好，不过如此。后来呢？后来我便嫁入梁国公府了。那个人呢？不知道，各自婚嫁，各安天涯罢了。你们既然心意相通，为何不争取？你就这么着急攀附国公府的高枝吗？郡主慎言。这不是攀附，而是清醒。我的婚事关乎家族，他的前程系于科场，我们之间隔着的是两个家族的未来与无数双眼睛。
一时的冲动或许能换来短暂的喜悦，但随之而来的风雨和非议，我们都承担不起。郡主，情爱固然珍贵，但它不该是人生的全部。真正的担当是在明知心动之时，也能冷静权衡，知晓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将心中的美好藏于心底，化作各自前行的动力。或许这才是对彼此更好的成全。夫人，今日是凤微唐突了，以后我不会再来找他了。阿娘，劳您帮我相看适龄女子吧。有些事该过去了。多备几道世子爱吃的菜，他这几日太苦了。是，夫人。陛下，臣弟在边关吹了半辈子风沙，这身子骨是真不中用了。如今四海升平，恳请陛下允准臣弟回京，在这天子脚下讨个清闲，也好多啃几个肘子享享福。王帝正值壮年，北安亦需人镇守，怎的突然想回京了？陛下，臣弟没别的心思，就是馋京城的红烧肘子了。北安羊肉虽好，可臣吃不惯那膻味儿。您就可怜可怜臣弟吧。哈哈，王帝既如此思念京中膳食，朕怎能不允？传旨，赐北安王京中府邸一座，着其留京颐养天年。臣弟谢主隆恩，多谢陛下赐肉。以退为进，北安王果然大智若愚。北安郡主的闺名是哪两个字？既然要请媒人上门提亲，总得知晓人家姑娘的名字才是。哥，还发什么呆啊？你不会连未来嫂嫂的名字都不知道吧？父亲，好了，大男人，扭扭捏捏像什么样子？哎呀呀，下错了，出来出来！王爷，落子无悔，这已经是你今日第3次悔棋了。你不让我悔棋，我就去找皇兄，让他给你多派些活，累死你！王爷如今卸了重担，倒是越发像个无赖了。哈哈哈，无事一身轻嘛。对了，今晚府上准备了什么好酒菜？本王要吃大肘子。王爷放心，后厨一早就备下了，管够。还是亲家母心疼我。开饭了！岳父大人又来蹭饭了。爹，娘说了，你再这样胡吃海塞，就要拧着耳朵把你拽回去。这不是快抱外孙了，高兴吗？阿娘，怎么了？一家人行此大礼。阿娘，这孩子之名，当由您来行。这如何使得？自是你们做父母的来定。阿娘，您守护我和月姨这么多年，为梁家尽心尽力，呕心沥血。若非是您，便没有今日的梁静瑜。这个名字理应由您来取。夫人，静瑜一片孝心，你便依了她吧。既如此，我就不推辞了。程璧，就叫梁程璧吧。程璧，好名字，多谢阿娘。程璧，好听。母亲，看您抱他的样子，比我还熟练呢。你初为人母，以后要学的地方还多着呢。如今你和静瑜有了孩子，这国公府的中尉也该彻底交由你打理了。母亲，我还年轻，怕是不能。我30岁，也是时候该享享清闲，含饴念孙了。这些年，在我和梁毅的暗中扶持下，温家亦逐步崛起，成了朝中新贵。月一的婚事，我亦精心安排。温氏庞氏子弟，今遂陛下钦点的状元郎，前途光明。月一出嫁后，生活美满顺累，孩子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家，我也终于能放下肩上的重担。
梁成璧，你在做什么？祖父，孙儿给您画大老虎呢，威风不威风？你这混世魔王，这可是御赐的朝服啊！跪下！今日我不打得你长记性，我就不叫放脸。祖父救命！娘要杀人了！谁敢动我乖孙？虎毒还不识子呢！一件破衣裳，几本破书，只当你要打要杀的，我赔给梁家10件便是。谁敢动我孙子一根手指头，我跟他拼命！罢了，孩子还小，不懂事，慢慢教就是。哭有用吗？母亲，爹爹和公公这般纵容，晨慧如今无法无天，我实在是管不了了。在这个家里，我说话根本没人听。这就是主母的难处。若你连自己那个只会撒泼的亲爹都治不住，这国公府的主母你也别当了，趁早让贤吧。擦干眼泪。明日我教你第一课，借力打力。你爹那性子吃软不吃硬，你越是跟他吵，他越觉得你是个恶母，越要护着程琳。那儿媳该如何做？示弱，让他明白逆子如杀子。若程居将来成了纨绔，丢的不仅是梁家的脸，更是他北安王一世英名的污点。到时候只有你这个做娘的以死谢罪了。今日便看你的戏了。哎呦，肚子疼，孙儿要去不了学堂了，要疼死了。读什么书？没看见我乖孙疼成这样吗？今日不去，以后也不去了。大不了我请太医来家里教。爹呀，您就纵着他吧。今日他敢装病逃学，明日就敢杀人放火。咱们北安王府世代忠良，梁家更是清流门第。若养出个败家子，咱们两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女儿我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不如现在就装死在这柱子上。哎，闺女，别冲动，哪有这么严重？行了行了，去学堂。世孙带着几个伴读在学堂烤红薯，差点把老夫的胡子给烧没了。这书老夫教不了了。来人，去家法来！今日我非打断他的腿！慢着，你打了，那是爷爷教训孙子，这次该当娘的立规矩了。去吧。我就砸！外公说了，我是梁国公府的世孙，谁敢动我，谁敢管我！好大的口气！来人，把这屋里所有的古玩、字画、锦缎、软枕，通通给我搬走！我要告诉祖父，我要告诉外公！这一杯是教你知敬畏。这国公府姓梁，不姓宠。你若不服，咱们就耗着，停了他的伙食。什么时候知道错了，什么时候吃饭。娘，我饿。母亲，他一天没吃了。此时心软，前功尽弃。你想让他将来成为下一个赵钱，还是成为像你夫君一样的顶天立地男儿？这都1天1夜了，孩子还在长身体，饿坏了怎么办？北安王那边我要怎么交代？北安王那边我早已去信通过气了，谁敢插手，就是跟我温陵过不去。夫君，
当年你是如何放手让我管教靖宇的，今日便请你也如何放手，让凤灵管教程璧。娘，我错了，我饿。既知错了，便去祠堂跪着，背不出梁氏家训，不许吃饭。凡梁氏子孙，须忠君爱国，主迁梁氏爱国，守住梁山。做得好。从今日起，这把钥匙交给你，这个家以后靠你了。儿媳定不负母亲重托。夫人积劳成疾，加上早年操劳过度，此次风寒入体，需静养数月，切不可再劳心费神。母亲，你安心养病，府里有我。中秋将至，这可是咱们家的大日子，百人宴席，往来亲贵，万不可失了礼数，这就全交给你了。杨良成璧，听说咱们这世孙以前可是个混世魔王，连太傅的胡子都敢烧，如今看着倒是乖巧，也不知是不是装的。夫人说笑了，小孩子嘛，顽皮是天性。正如未经雕琢的璞玉，虽有瑕疵，但只要用心打磨，终能成器。倒是有些人年纪一大把了，还只会盯着别人的瑕疵看，也不知是不是眼疾犯了。如今方知母亲当年的不易，这偌大的家业要操持起来，真是太难了。以后有我和程珠帮你。父亲、母亲，女儿回来了，胖了些，看来女婿把你照顾得不错。嫂嫂如今越发有当家主母的风范了，想当年我还怕你是个只会舞刀弄枪的悍妇呢。彼此，想当年你还是个只会哭鼻子的娇气包呢。嫂嫂，我现在自己管家，才发现里面的学问真大。你是怎么把这一大家子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多亏了母亲教导，这管家之道啊，不仅要立规矩，更要得人心。这是我这些年记录的治家心得，里面有些管家理财的法子，还有处理人情世故的经验，你拿去看看，或许对你有用。母亲，你为女儿操碎了心，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就知足了。夫人，既然家中已无后顾之忧，孩子们也都大了，我想辞去朝中部分职务，带你去江南小住一段时日，圆了咱们年轻时未尽的游历之梦，你看如何？好，都听夫君的。陛下，臣已年过花甲，体力日衰，恐难当大任，恳请陛下恩准老臣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太傅乃国之栋梁，朝中不可一日无您啊！朕还指望您辅佐太子呢。臣才疏学浅，不敢误国，朝中才俊辈出，臣相信后继有人。况且臣与内子多年聚少离多，如今只想陪伴左右，共度余生，还望陛下成全。太傅一片赤诚之心，朕准了，特封太师虚衔，赐金银珠宝若干，以示恩宠。谢主隆恩。今日一别，也不知何时能再聚，你们要好好的。父亲母亲放心，儿子定会守好家业，不负重托。儿媳也会打理好中轨，照顾好家里。程璧啊，你要记住祖母的话，读书明理，切以此身为念，莫负家国。孙儿记住了，孙儿一定听话，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父亲母亲一路保重。孙儿恭送祖父祖母，孙儿定当勤勉，守好家业。
在想什么？在想这一生虽有风雨，却也满庭芳华。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这满庭春色终是不负所托。